翌日清晨，台北市區的天空覆蓋着一層薄薄的晨霧，直到上午9點，陽光才穿透雲層，將熱氣一絲絲地滲入敦化南路的林蔭大道上。闕恆遠站在千氏集團總部大樓的企劃部辦公區前，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重新熨燙整齊的深灰色西裝。雖然昨夜在萬華區那間僅有幾坪大的租屋處睡得並不算安穩，但常年養成的自律讓他依舊保持着筆挺的站姿，冷峻的臉龐上看不出絲毫疲態。辦公區內的空氣靜謐得有些詭異，幾位企劃部同仁一邊假裝敲擊鍵盤，一邊用眼角餘光偷偷瞄向這名新來的報道者。昨天在電梯門口那場鬧得滿城風雨的風波，早已在私底下的通訊軟體公司群組裡傳得沸沸揚揚。闕恆遠是吧？一聲帶着極度傲慢與冰冷的女聲打破了辦公區的沉靜。千木魚踩着細長的高跟鞋，緩步從獨立辦公室內走了出來。他那一頭低調奢華的蜜糖茶色法式大波浪捲髮在肩頭微微晃動，精緻的妝容毫無瑕疵，但看着闕恆遠的眼神卻充滿了不加掩飾的敵意與玩味。千總好。闕恆遠神色自若地微微點頭。很好，既然進了千氏，就該好好的工作。千木魚冷笑了一聲，雙手抱胸，轉頭對一旁的企劃部總監丁承漢使了個眼色。丁承漢神色顯得有些畏難，但迫於這位大小姐的威勢，只能咬着牙將桌上一整疊厚重如磚頭、散發着陳舊油墨味的紙本報表抱了過來。砰的一聲，千木魚親手將那疊沉重的報表狠狠砸在闕恆遠的辦公桌上，震得桌上的鍵盤都跟着跳動了一下。這裡是大前年、前年以及去年集團旗下電商事業體與南部幾家傳統零售通路的對賬企劃原始報表。千木魚精緻的嘴角勾起一抹極其殘忍且高傲的冷笑，看着闕恆遠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落入陷阱的獵物。裡面的數據因為當時系統轉換，有大量的邏輯錯誤與過期資訊。你身為新進的法務兼高級企劃顧問，今天中午12點之前，把這裡面所有的財務漏洞、法務合規風險全部重新核對完畢，並且用 Excel 做出一份完整的對比分析報告給我。做不完，或者錯一個字，你就自己遞辭呈。辦公室內的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這根本是一份不可能在3個小時內完成的任務。那些陳年報表密密麻麻全是雜亂的數據，光是翻閱完畢就要花上半天，更遑論重新進行邏輯核對。這顯然是千木魚赤裸裸的公報私仇。然而闕恆遠卻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他只是平靜地看着那疊報表，隨後拉開辦公椅坐了下來，伸手翻開了第1頁。知道了，千總。闕恆遠的聲音沒有半點起伏，深邃的眼眸甚至沒有多看千木魚一眼，便直接沉浸在數據的世界中。這種不卑不亢，甚至將他視若無睹的態度，讓原本等着看他求饒或憤怒的千木魚感到了一絲深深的挫敗與惱怒。他狠狠地瞪了闕恆遠的側臉一眼，隨後踩着憤怒的步伐轉身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將玻璃門摔得極重。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企劃部辦公室內只剩下此起彼落的鍵盤聲。闕恆遠常年在頂級百大企業裡磨練出來的商務眼界與高超的數據處理能力，在此刻展現得淋漓盡致。他的手指在鍵盤與計算機上飛速跳動，大腦如同精密運轉的儀器，將一頁頁雜亂無章的陳年紙本數據迅速分門別類地輸入電腦中，利用複雜的公式進行交叉比對。那些旁人眼中如同天書般的混亂報表，在他眼裡卻有着清晰的脈絡。他不僅找出了當年系統轉換時漏掉的10幾筆重大賬目呆賬，甚至還順手將幾處可能違反勞基法與公平交易法的法務風險條款全部標注了出來。當辦公室上方的電子時鐘走向11點55分時，闕恆遠精準地敲下了最後一次 Enter 鍵。一份邏輯嚴密、排版乾淨利落的對比分析報告，已經端端正正地發送到了千木魚的電子信箱中。走出辦公室拿文件的千木魚，在看到信箱提示的瞬間，臉色微微一僵。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盯着電腦熒幕上的報告，無論他怎麼是屠雞蛋裡挑骨頭，那份報告的完美程度都挑不出半點瑕疵。這位驕傲的大小姐咬了咬牙，心頭的無名火燃燒得更旺了。正當午休時間開始，
辦公室內的同仁陸陸續續外出覓食時，闕恆遠關閉了螢幕。他揉了揉有些酸澀的眼角，正準備起身去附近買個便當果腹，放在西裝口袋裡的手機卻突然劇烈地震動了起來。他掏出手機，在看到螢幕上顯示的來電全名時，呼吸不由得微微一滯。來電顯示裴美玲，那是他昨天才剛剛簽字離婚的前岳母，也是在那個冰冷的一家大宅裡唯一真正關心過他，將他當成親生兒子般疼愛的長輩。闕恆遠深吸了一口氣，按下了接聽鍵，將手機貼在耳邊。媽，這個習慣性的稱呼一脫口，闕恆遠便自嘲地抿了抿唇，隨後低沉地改口道：裴阿姨。電話那頭傳來了一聲沉重的嘆息，隨後是裴美玲帶着些許沙啞與疲憊的聲音，語氣裡滿是掩飾不住的痛心與無奈。恆遠啊，你這孩子怎麼真的就和寧雪把手續給辦了呢？裴美玲的聲音隱隱帶着一絲哽咽。昨天晚上家裡鬧翻天了，你爸，我是說寧雪他爸爸，氣得把客廳裡的青花瓷茶具全砸了，指着寧雪痛罵了一整晚。寧雪那孩子脾氣硬，站在客廳裡一句話都不肯解釋，只是站在那裡掉眼淚。闕恆遠聽着電話那頭前岳母的自白，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昨晚陽明山高級別墅區內可能發生的慘烈場景。他可以想象得到伊正德是何等的憤怒，也可以想象得到伊寧雪那張矜稚卻孤傲的臉龐上會是怎樣的倔強。但這一切如今在法理上都已經與他無關了。裴阿姨，這是我和伊寧雪共同做出的決定。闕恆遠握着手機，緩步走到走廊盡頭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敦化南路西斜的陽光。這3年給您添了很多麻煩，謝謝您一直以來的照顧。你這孩子說什麼傻話呢？裴美玲急忙打斷了他，語氣顯得格外沉重，且帶着些許懇求。恆遠，阿姨知道你受了委屈，你今天晚上有沒有空？阿姨想單獨見你一面，有些話電話裡說不清楚。就在敦化南路巷弄裡的那家老字號靜心茶軒，晚上8點，阿姨等你，好嗎？聽出昔日長輩那近乎哀求的語氣，闕恆遠終究無法硬下心腸拒絕。他感念這3年來裴美玲在無數個寒冬夜裡為他留的那盞燈，以及每次他被伊正德刁難時，裴美玲在中間溫言緩和的恩情。好，裴阿姨，我晚上準時過去。闕恆遠低聲答應道。掛斷電話後，闕恆遠站在窗前，心頭泛起一股難言的複雜滋味。他收起手機，轉身走回辦公室，卻沒想到午休結束後的下午，迎接他的卻是更加變本加厲的高壓刁難。下午2點，台北的烈日正毒，千木雨似乎是因為早上的報表莫能難倒闕恆遠，大小姐脾氣徹底發作。她踩着高跟鞋走到闕恆遠的辦公桌前，將一份與企劃法務毫無關係的事務清單扔了下來。闕顧問，既然你效率這麼高，那下午順便幫部門跑個腿吧。千木雨精緻的雙手抱胸，語氣裡帶着不容拒絕的霸道無理。今天下午部門開會需要茶點，你去忠孝東路那家排隊名店買30份限量手工布丁，還有行政部那邊有一批今年度過期的紙本客戶檔案要銷毀，總共3大箱，你順便去搬到地下3樓的庫房放好。周圍的同事紛紛低下了頭，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指使一個年薪100萬、擁有頂級資歷的高級顧問去排隊買下午茶，當苦力搬重物，這已經不是工作分配，而是赤裸裸的羞辱。闕恆遠看着那份清單，眼神冷了一瞬，但他隨後只是平靜地站起身，伸手接過了清單。在決定不依靠任何人，在千氏集團重新站穩腳跟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做好了面對任何大風大浪的準備。